2023年初，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了系外行星 LHC 475b， 它距离我们40光年。初步研究表明，它的大小和大气层与地球非常相似，人们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发现外星生命的理想候选星球。然而，进一步的测量显示，这颗星球的表面温度超过了300摄氏度，对于我们所知的任何生物来说，这个温度都太高了。不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天体生物学特征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温度过高，而在于我们对外星生命的概念过于狭隘。要是地球生物在宇宙中只是罕见的例外情况呢？要是宇宙中实际上充满了有着完全不同化学构成的生物文明呢？在这段视频中，你会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应该警惕巨大的肥皂泡，在哪颗星球上生命的演化速度比我们地球上快100万倍，以及最重要的是，现在几乎整个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哪些奇异的生命形式。一个文明能否隐藏在我们一直认为绝对没有生命的地方，我指的是普通的石头中呢？科学家们花了数年时间在所谓的宜居带中寻找系外行星，在这些区域水既不会结冰也不会蒸发，毕竟就我们所知，液态水是碳基生命的溶剂。而且我们的搜索通常被一个事实极大的限制了，那就是碳元素确实非常独特，碳原子是4价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同时形成4个化学键，甚至可以和其他碳原子形成化学键。想象一下，一群人手拉手连成一条链，但他们每个人有4只手而不是2只。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不仅可以和左右两边的人手拉手，还能和前后的人手拉手。碳原子的作用差不多就是这样，它可以形成非常长的分子链，基于这些分子链，地球上生命细胞中的 DNA 分子才得以形成。如果你把 DNA 链解开，它大约有2米长，也就是说，一个细胞中的一个 DNA 分子就比大多数人还高，而一个人体内所有细胞中的 DNA 总长度可以延伸200亿千米，这长度足以将这条分子链往返太阳几十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真正的生命除了使用碳分子之外别无选择，但事实证明，元素周期表中不只有一种这样的元素，比如硅藻，这是一种生活在水生环境中的单细胞生物。乍一看，这些小东西没什么特别的，但实际上你看到的几乎就是有生命的石头。硅藻是唯一一种细胞壁不是由碳链构成，而是由二氧化硅构成的地球生物。早在1891年，德国天体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申尼就提出，在特殊条件下，硅很可能成为生命的基础，因为它也和碳一样是4价的。但在类似地球的条件下，这些生物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能只能看到类似普通岩石的硅质蘑菇，但它们很快就会窒息而死，因为在常温下，二氧化碳是气体，而二氧化硅是沙子。但如果我们改变条件呢？在无氧环境中，硅会状态良好。马克思·伯恩斯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科学任务主管，他认为外星的硅基生命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智能晶体网络。他提出，这样的矿物质能够在没有 DNA 分子的帮助下储存和传递信息。随着晶体一层一层的生长，原子会以特定的顺序排列在其表面。如果一小块晶体薄片从晶体上脱落，它会保留这些特性，这与新生物的诞生非常相似。但即使这样的生物能够发展出智能，它们也需要数千年的时间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文明，因为矿物质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硅基生物有没有可能更快一些呢？这就是系外行星开尔文 9b， 它距离地球650光年，其表面温度超过4300摄氏度。这个温度比许多恒星的温度都要高。当然，科学家们甚至都没有尝试在这颗星球上寻找生命。不过也许他们应该试试，毕竟硅的熔点是1410摄氏度。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碳结构肯定会燃烧，而硅只会变成液态，这将有助于硅基生物以指数级的速度更快的进化。似乎科学家们之前认为是地狱边缘的系外行星，反而可能成为宇宙生命的摇篮，而且这种情况可能非常普遍，因为宇宙中炎热的星球至少是类地星球的30倍之多，只有冰冻星球的数量更多。但如果这些冰冻星球上也充满了生命呢？这些生物可能会用它们的呼吸杀死我们。实际上，在我们寻找替代化学构成的过程中，不仅作为基础元素的碳可以被硅取代，作为通用溶剂的水也可以被其他物质替代。这颗名字拗口的系外行星最近成了一个记录保持者，因为科学家记录到它的表面温度低于零下220摄氏度。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已知的最冷的天体。和许多其他极寒的系外行星一样，它被甲烷覆盖。与水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水会立即结冰，而甲烷在低至零下180摄氏度时仍保持液态。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基于甲烷作为溶剂的低温生命概念，是由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和他的同事埃德温索尔皮特在1976年提出的。但直到最近，这些看似奇妙的想法才得到了更多关注。对于一个活细胞而言，它有可能在甲烷环境中诞生。在地球上，细胞有一层由2层磷脂构成的柔韧且有弹性的外膜，称为磷脂双分子层。它将细胞内的液体与外界环境分隔开来。但科学家现在推测，细胞膜可能不是由磷脂构成，而是由丙烯腈构成。这是一种在寒冷的甲烷中发现的化合物，所以这样的细胞可被称为蓝胞体，可能充满了已知存在于极寒系外行星大气中的氮、碳和氢分子。这些分子将确保甲烷生物的生命活动。但最有趣的是，这样的细胞可以联合形成球状的菌落。这意味着，实际上在太空中的宇航员应该害怕的不是有着酸性血液的外星生物，而是充满奇怪粘液状物质的巨大透明球体。它们冰冷的气息甚至能瞬间冻结穿着防护服的人。物理学家兼化学家约翰·巴内尔认为，这样的生命形式早已在太空中繁衍，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我们。土星的卫星土卫六长期以来一直是天文学家的一个谜。我的意思是，这个天体一直被一层厚厚的、无法穿透的橙色雾气笼罩着，直到2005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卡西尼号宇宙飞船才将其搭载的惠更斯号探测器降落在土卫六的表面。这些图像震惊了科学界，在土卫六上发现了由液态甲烷形成的湖泊和河流。此外，尽管温度极低，其表面下的火山活动仍在持续。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低温火山活动的迹象，因为喷发至表面的不是炽热的岩浆，而是氨和甲烷。正是因为这种现象，土卫六周围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烟雾。要是已经有某种生物隐藏在这烟雾之下呢？不久前，这一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阿塔卡马沙漠天文台工作人员的证实。2017年，他们在土卫六上发现了大量的丙烯分子，而这些分子对于基于蓝胞体的生物来说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仅考虑冰冻行星，还考虑冰冻卫星，那么宇宙中一定有许多能够维持甲烷生命的天体。但即便存在如此丰富的外星生命，这也远未达到极限。在2016年发表的《生命的难题》一文中，天体生物学家保罗·蒂留易斯和他的同事莎拉·伊姆里沃克指责人类存在生物沙文主义。别担心，没人打算现在就否定人类。但问题是，鉴于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源自同一个共同祖先，我们无法知道在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里，哪些特征是自然且与生俱来的，哪些特征仅仅是我们地球生物圈所特有的。因此，来自宇宙其他地方的生物可能不仅基于不同的化学构成，它们甚至可能没有我们认为是生命基本要素的东西，比如繁殖或新陈代谢。戴维斯和沃克认为，积累能量以及代代相传、传递信息的能力是生命功能的主要最低标准，但实现这些的方式可能大不相同。这意味着外星人甚至可能潜伏在既没有地球生物、硅基生物，也没有甲烷生物能够生存的区域。一些超大型生物的活动速度可能比我们快数百万倍，即使它们完全看不见。系外行星 WASP-39b 距离地球700光年，它于2011年被发现，立刻就让科学家们感到惊讶，因为其大气中的硫酸氢含量高得离谱。这种对我们来说有毒的气体可能是生命存在的证据。加州理工学院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教授杰克哈达认为，其他生命形式可能不是在系外行星的表面繁衍，而是在其内部。它们获取生命所需的能量不是来自恒星的光等外部来源，而是直接来自其行星的地幔或核心。在像系外行星 WASP-39b 这样的天体深处，化学过程会释放出大量的硫酸氢。它可能成为特殊的化能合成生物的食物，这些生物可以直接生活在行星表面下的熔融岩浆中，因为它们能够承受高达300摄氏度的温度。这是不是让人想起那颗距离地球40光年的行星呢？但是这样一个世界的居民会是什么样子呢？为了从硫酸氢中获取能量，这样的生物肯定需要特殊的器官，比如巨大的板状结构。此外，由于环境中这种化合物的含量很高，它们需要坚固的保护，就像地球甲虫的甲桥那样。但这还不是全部，完全有可能的是，以硫酸氢为食的生物会利用它来制造一种真正的生物武器，或者作为抵御捕食者的防护手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突然踏上这些行星中的某一颗，我们可能会遭到长着板状结构而非翅膀的太空虫子的攻击，它们还会喷射出基于硫酸氢的毒液。但我认为人们在这样的星球上活不了多久，等不到被攻击就会死掉。毕竟
除了硫酸氢含量极高之外，在 WSB39b 上检测到的辐射比正常水平高出300倍。但在其他地方，碳基生物和其他生物会因辐射病而死亡，而外星人可能只会把辐射当作额外的能量来源。英国天文学家克里斯姆比认为，某些特定的外星生命形式能够收集放射性衰变释放的能量。此外，在没有星光的情况下，这些生物会发展出真正的 X 射线视觉。在我们这个放射性微弱的地球上，它们可能完全看不见东西，但在宇宙中其他充满辐射的地方，它们的视力会非常出色。所有这些使得潜在宜居星球的范围扩大了好几倍。毕竟，在绝大多数系外行星的内部都会发生放射性核反应。但最令人兴奋的是，它们不一定非得是行星。这颗距离地球400光年的中子星起源于一颗像申诉期那样的蓝巨星的死亡之处。中子星是宇宙中最致密、质量最大的天体之一，因为它的半径只有大约10千米，但同时它的质量却是我们太阳的 1.5 倍。在这样的恒星内部，物质被压缩得非常厉害，原子都无法承受，实际上被压扁了，最终变成了中子。尽管它们自身不发光，但母星的余热使这个天体的温度高达100万摄氏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地球上能够让复杂分子链形成的电磁相互作用根本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在亚原子层面起主导作用的核力。有人认为，在这个微观层面上，中子星内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确，从理论上讲，核相互作用能够将质子和中子结合起来，并以某种模式排列它们来传递信息。而且中子星绝对不存在能量问题。但最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核生物的生命活动速度可能比我们快数百万倍。在地球上的1分钟时间里，中子星内部可能已经经历了数千代的更替，这意味着会有极其快速的进化，并且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形成智能文明。我们的银河系现在可能就充满了这样的生物，因为尽管中子星的数量比普通恒星少数千倍，但仅在银河系中就有好几亿颗中子星，我们只是没有发现它们而已。如果中子星上的生命形式进化到足以与它们的同类、人类以及其他生命形式交流的程度，人类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外星人构建的一个巨大网络之中。而要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可能与它们接触。但如果奇异的生命形式根本不需要天体呢？实际上，他们可能很乐意把我们的星球当作美餐。恒星埃普西龙·安德洛莫达距离地球 10.5 光年，它是一颗低质量恒星，因为它的质量只有我们太阳质量的 80%。但它的体积不大，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科学界关注的焦点。2000年，红外天文卫星进行的观测表明，这颗恒星被一个来源不明的星环围绕着。一些科学家确信这只是普通的太空尘埃，但在恒星周围极少观测到这种形态的云团。这就是为什么其他更具开放思维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普通尘埃，而是由超级先进的外星文明建造的戴森球的组成部分，用于收集能量。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存在一种奇异的生命形式，而我们过去一直把它所利用的物质当作无生命的物质。早在1949年，著名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就曾假设，在某个发展阶段，人类会创造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自主机器人。根据我们的最低标准，这是一种合适的生命形式，只不过是基于金属化合物。根据所有的模型推测，如果没有一大群这样的冯诺依曼装置，要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建造一个戴森球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先进的文明来说，可以将它们用于更宏大的目标。2013年，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安德鲁·桑德斯和斯图尔特·阿姆斯特朗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利用一群自我复制机器人占领宇宙的方法，只需要将它们发射到其他恒星，然后这些机器人就会完成剩下的工作。一旦到达目的地，它们就会自我复制，并向邻近的恒星发射新一批的同类机器人，如此循环，直至无穷。这一切都将在无需其创造者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但是，这些进行自我复制的机器人从哪里获取进行这种扩张所需的资源呢？像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几乎在任何恒星系统中都可能存在。这些进行太空殖民的机器人会在其中大量找到他们所需的金属和其他材料。从理论上讲，即使来自埃普西龙安德洛莫达恒星的文明已经向太阳系发射了它的无人机，我们在地球上也无需害怕。但实际上，情况可能会糟糕得多。早在1983年，天体物理学家兼科幻作家大卫·布林就假设，这些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机器在某个阶段会反抗他们的主人。而且机器人甚至不需要具备智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要一个程序上的故障，
对于其中一代机器人来说就足够了。考虑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扩张而无休止的自我复制，不仅是小行星，像地球这样富含矿物质的岩石行星也会面临被回收利用的命运。也许这样的杀手机器已经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摧毁了他们的母文明，现在正毫无顾忌地在太空中飞行，寻找新的受害者。他们极具韧性和顽强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与他们谈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智能程度来看，这些冯诺依曼装置只相当于细菌。如果说我们至今仍未发现其他生命形式，仅仅是因为所有的外星人都被这群杀手机器人彻底消灭了，那该怎么办呢？对于眼光开阔的世界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只要有一个文明出于任何目的创造出了这样无情的生命形式，宇宙中的所有生物就都在劫难逃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太阳系45亿年的历史中，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意味着这些杀手机器人还离我们很远，也许甚至在另一个星系。但是，即使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明天就在距离我们较近的系外行星上检测到了我们熟悉且能理解的碳基生命的迹象，也先别急着太兴奋，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让我们假设我们决定派遣一支探险队前往这颗系外行星。一着陆，所有的传感器都显示这里的条件对人类来说堪称理想，而且当地的动植物和我们一样，都是基于相同的 DNA 分子，我们还能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然而，第二天，那些品尝了这个外星天堂花园里水果的人将会被发现死亡。这一切都是因为不同的手性有机分子在组成和结构上可能完全相同，但在三维空间中，它们的镜像却不能完全重合，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一样。只有通过深入的化学分析才能发现这一点。如果外星的手性与我们的不匹配，那在那个世界里，千万要小心，不要吃任何东西。往好的方面想，你可能只会面临消化不良的问题，但往坏的方面想，你可能会因摄入有毒物质而痛苦地死去。